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军迷圈子中就流传着解放军将数以千计的老歼6改造为无人机的坊间传言。这些传言还信誓旦旦地表示，无人机化的歼6仍可挂载对地弹药，只是攻击方式改为了直接撞击。这些退役战机一直盼望着跨越海峡，发挥最后余热。只不过传言之所以是传言，就是因为没有被证实。但你敢相信吗？在中国军迷口中说了20年的歼6无人机，这次居然真的出现在了航展上。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传说了20年的歼6无人机终于现出真身，得到证实了。近日在长春航展的静态展示区中出现了一款看起来就十分老旧的机头进气后掠翼的飞机，有网友仔细一瞧，发现这不是歼6吗？战斗机6爷竟现身长春航展现场，这让人恍惚间回到了1985。而最让人恍惚的是，歼6战机身前的展板上赫然标明这架歼6的身份是无人攻击机，传言居然真的被证实了。老歼6居然真的被改造为无人机了。从官方的介绍展板上写的内容来看，歼6无人机早在1995年，也就是30年前就首飞成功了。无人机版歼6拆掉了飞行座椅、机炮武器系统、副油箱等设备，加装了地形匹配导航系统、机翼挂架，不仅可以充当靶机，还可以充当攻击机。作为一款纯粹的空优战斗机，歼6战斗机的对地攻击手段，除了航空机炮之外，就只有无制导航弹和无制导火箭弹。现在改装成了无人机，还想要执行对地攻击任务的话，只有2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就是直接当自杀式无人机使用，加装了地形匹配导航系统等自主驾驶设备之后的歼6无人机，实际上已经拥有了在低空、超低空环境下进行突防作战的能力。再加上歼6无人机本身具备超音速飞行能力，末端突防的成功率会更高。第二种办法是在机翼额外增加的挂架上挂在空对地瞄准吊舱，这样一来，歼6无人机就成为了一款超音速察打一体无人机，可以代替解放军目前的有人驾驶飞机，在危险空域对敌人的地面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攻击。不过小编个人认为，歼6无人机最大的优势是便宜量又足。在俄乌军事冲突中，俄军就曾将2战时期产生的老式装甲车和坦克内部塞上高爆炸药，改装成自杀式装甲车或自杀式坦克，专门拿来爆破乌军阵地。这个作战思路实际上和中国将歼6战斗机改装为无人机的思路是一样的。歼6无人机本身就是一款有人驾驶战斗机，在战时情况下和歼20隐身战斗机搭配使用，爱国者等防空系统就会选择优先攻击歼6无人机，为歼20隐身战斗机突防和摧毁对方的重要目标创造更多的作战窗口。当然，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还是像也门胡塞武装那样，直接用大量的歼6无人机对敌人的防空阵地、重要指挥节点和宙斯盾舰先发起几轮攻击，攻击的目的并不是将对方摧毁，而是消耗对方宝贵的防空导弹。俄军在空袭乌克兰后方重要目标时就已经用过这招，先用大量的天竺葵自杀式无人机消耗掉乌军宝贵的防空导弹，然后再用巡航导弹，又或者是战术弹道导弹对乌军防空阵地进行一发入魂。解放军在这前后几十年的时间里，装备几千架不同型号的歼6系列战斗机应该不成问题。就算只挑选其中机况比较好的改装为歼6无人机，在战时情况下一口气拿出几百架充当自杀式无人机，对敌人最为重要的几十处目标发动饱和式攻击，还是没什么压力的。试想一下，现在中国越来越强调体系化作战，这几百上千架的歼6无人机不仅可以由空警500等空中预警机进行指挥控制，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临时扮演歼20、歼16，甚至是歼10C 的中程僚机，那画面小编想想就兴奋。要论新中国航空工业成立以来，哪款战斗机生产年限最长、生产数量最多、
非歼六莫属。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国土防空作战的需求方向是对付东南沿海地区的侦察机。在当时的技术背景下，截击轰炸机与截击侦察机的作战方式并不一样。截击轰炸机一般要迎面攻击，绝不能让对方飞到目标区域，而截击侦察机如迎面攻击，则可能逼迫对手返航，让对手另择时机再来。长此以往，对方会根据我方歼击机数量和部署情况来增加侦察机数量并调整部署，给国土防空造成较大的装备负担。所以在防御侦察机时，可以先放任侦察机飞抵目标区域，随后利用它油料不多、航线难以改变的特点，在返航路上予以歼灭。只要不让对方把情报带回去，防御即是成功。但这也要求歼击机不仅能够迎敌，还要善于追击，对歼击机的飞行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当时苏联的米格19能以 1.38 倍音速飞行，与歼5飞机相比，每秒能快10米左右，正符合截击侦察机的高速要求，所以中国当时格外青睐米格19。1957年，中苏两国签订协议，由苏联向中国出售米格19飞机的制造技术，并提供全套技术资料、样机和部分散装件、成品附件。1958年8月，仿制工作正式开始。歼6能够与歼5拉开如此大的差距，主要是发动机工作原理发生了变化。歼5飞机采用的是涡喷5发动机。空气被吸入发动机后，通过风扇被甩入周围的几个小燃烧室，空气在燃烧加压后从尾喷口喷出，同时带动涡轮旋转，吸入新的空气。采用这种进气方式的发动机被命名为离心式涡轮喷气发动机，而歼6飞机装配的是涡喷6发动机，空气直接从一级风扇吸入，流动更加流畅，燃烧效能也大幅提升。由于涡喷6发动机当中的空气是沿着轴方向流动的，所以被称为轴流式发动机。这也是到目前4代机为止主流的发动机布局方式。发动机工作原理的变化，正是歼6性能远超歼5的奥秘所在。为了能够使机身承受超音速飞行时的强度需求，歼6飞机采用横条式机身结构，机身内的横条和隔框组成飞机的骨架，而外部的蒙皮承受的是通过横条与隔框传递来的二维方向的力。每个格子范围内的铝合金蒙皮就像一张纸，同样重量的材料，虽然撕开很容易，但平面拉扯时却需要费很大的力。这就是利用材料自身来提升结构受压稳定性。因为蒙皮作为飞机的外壳，也需要承受一定的力，所以横条式机身结构也被称为半硬壳式结构。横条式机身的优点是载荷分散传递，通俗的讲就是飞机各个部分受力较均匀，所以能够通过重量更轻的材料承受更大的载荷。但任何设计都有两面性，横条式机身结构也存在缺点，是在开较大舱口时受力结构会发生变化，属于牵一发而动全身，设计难度较大。所以为了适当降低设计师的工作强度，歼6飞机的结构被分为前后两段。整个机身从头到尾共有36个隔框，就像一条鱼的肋骨，由机头进气口到机翼一根末端为前半部分，里面是飞机的前20个隔框，从21框开始为后半部分。歼6飞机机身主要受力部分是前起落架、机翼、尾翼、发动机，所以它们对应的隔框都做了加强设计，可以适当多分配重量，其他普通框则争取轻量化设计。歼6飞机整体继承了歼5的后掠翼设计，这也是机头进气战斗机中最后一款后掠翼方式的机型。后掠翼的优势是提高了临界马赫数，但缺点也十分明显。首先是容易增加飞机结构重量，其次是机翼和副翼效率降低，而且气流容易顺着机翼方向流向翼梢，造成失速，集中表现为飞机进入螺旋失控状态，导致机毁人亡。而为了减小翼梢失速对飞机品质带来的影响，歼6飞机表面还增加了很多安定面，其中翼刀的设计是为了阻断空气向翼梢聚集。其实翼刀设计的效果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同期西方国家航空领域已经开始研究前缘襟翼自动控制与飞机性能之间的关系。苏联虽然有类似研究，但由于前缘襟翼结构复杂，成本较高，所以当时没有推广采用。
与歼5飞机相比，歼6为了适应高度飞行的需求，将水平尾翼安装在垂直尾翼上的十字布局改为了机身安装全动水平尾翼。在早期的测试机型中，水平尾翼设计沿用了歼5安定面与升降舵结合的设计结构。这种设计在临近音速飞行时，升降舵和安定面的夹角处会产生激波效应，导致偏转效应下降。改为全动水平尾翼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先进的超音速战斗机，不仅水平尾翼，包括压翼都沿用了全动控制面设计。这种直接与机身连接的控制面不仅效果更好，而且连接机构的强度也可以适当增加，更适应高速飞行需求。后来的测试和使用证明，歼6飞机的结构设计是非常合理的。在静力测试时，载荷达到设计值的 102%。这个数据如果不达标，飞机飞上天就容易散架；如果过高，说明有些部位的材料用多了，造成性能指标浪费，也是不理想的。所以能够在设计中把握一个合理的静力载荷指标，难度相当大。因此，小编觉得，如果说歼5飞机实现了中国对于喷气式战斗机从无到有的梦想，那么歼6飞机则是开启了中国航空工业部门制造优质作战飞机的新篇章。歼6飞机让我们从完全仿制进入到了改进设计的阶段，为中国人自己设计高性能战斗机的目标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